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中国无锡市最近连续发布了2份文件，生了2孩或3孩的家庭首次申请公积金可提高额度，并允许多买1套房，想要同时拉动楼市和人口，结果可能两边都不管用。2胎催生无果，全面放开3胎生育政策，最后还有靠房产拉动人口。多生娃可以破除限购，多买1套房，这是万亿 GDP 城市无锡最新发布的奇思妙想。无锡市最近连续发布了2份文件，一份是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关于调整本市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的通知，另一份是无锡市卫健委发布关于积极推动改善生育2个孩子及以上家庭居住条件的通知。2份文件都只为一个目的：催生。在第一份文件中，无锡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提出，一般家庭个人首次申请公积金购房，最高只能申请50万，夫妻俩都符合条件可申请80万。如果生了2孩或3孩的家庭，首次申请公积金，额度可提升到60万，夫妻俩都符合条件，可提升到100万。在第2份文件中，无锡市卫健委提出，生育2个孩子及以上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以在限购区域新增购买1套商品住房。按照之前无锡市的限购规定，对于户籍家庭，二手房不限购，但新房限购，之前没有房的家庭可购买2套，只有1套房的可购买1套，之前有2套房的不能买。现在如果是生了2个娃或3个娃，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购买1套新房的权限。这意味着多生孩子，买房的时候不但可以有更大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破除限购，多购1套房。2条新政和购房有关，也和生娃有关，这是无锡出台的一石二鸟政策，理论上既可以帮助去库存，又可以鼓励生娃。毕竟当下的无锡既有托底楼市的需求，更有催生的需求。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去年很多地方为了催生，只是提出给生育家庭更多的产假、护理假，或者给予更多补贴、税收减免等，或者直接给予租房和购房补贴。作为经济实力派干将的无锡，其2021年 GDP 高达14003亿元，位居大陆城市14位，是24个万亿 GDP 城市之一，也是地级市中仅次于苏州的存在，被称为中国第2地级市。但和大多数热点城市一样，也遭遇着房子卖不动、库存高企、去化周期超长的压力。3月份，无锡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大涨，但同比仍是大跌，成交量仍处在历史低位。此外，无锡新房去化周期高达24.8个月，即便不再增加供应，按照当下的销售速度，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消化掉库存。如此多库存，再加上人口增量下滑，不由得无锡不犯愁。根据无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无锡常住人口为747.95万人，是24个万亿 GDP 城市中人口最少的城市。同时，相比上年仅增长1.55万人，在万亿城市中排名也是倒数。所以在大多数中心城市都纷纷托底救市的时候，无锡毫无意外也开始了。无锡不仅提出多生娃可以多贷款公积金，可以破除限购多购1套新房，而且最近还提出父母投靠的家庭拥有3年以上居住证，也可以再购买1套住房。相比于楼市托底需求，无锡的催生需求更加强烈。目前，无锡人口面临的状况是老龄化严重，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自然人口增长率为负数。根据去年发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无锡60岁以上老人占比 19.75%，65岁以上老人占比 14.65%， 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加剧，出生率创新低，想要扭转局面，就只有鼓励年轻人多生了。但是以房催生能达到目的吗？生2个或3个，购房时可以获得更多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在限购区域内增加购买1套新房权限，能够托底楼市，同时催生吗？估计2个目的都达不到。楼市方面，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已经大力开启救市的郑州、福州、南宁等中心城市，没有一个达到目的。房价该跌的还在跌，成交量依旧低迷，库存依旧高企。拖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的收入和工作遭遇了严重挑战，
买不起房的人更多了。之前买了房的人，因为收入影响，很多已经断供或者申请延期还款了。当下楼市的主要矛盾是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现在的救市政策只是单纯的促进需求，而在增收方面没有有效措施。民众收入提不起来，拿什么来消化库存？催生方面达不到效果的原因也是如此。2016年放开二孩以来，全国出生人数不增反降，哪怕2021年放开了三孩，也没能扭转趋势。出生率创新低，结婚率也创新低了。导致这两个数据创新低的原因是生活成本高企，年轻人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了不起还能谈个恋爱，但结婚需要高成本，生娃更需要高成本。在2021年5月31日，大陆全面放开了三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意味着二胎催生已经无果。并且这次并不是单单放开三胎生育政策，根据经济日报发表的报道称，从2021年5月31日开放三胎政策以后，相关的配套支持举措接踵而至。从2017年之后，大陆人口出生率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2021年人口出生率已经降低至 7.52千分号，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已经降低至 0.34千分号。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出生人口减少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生育观念变化，婚育年龄推迟，疫情推迟年轻人婚育安排等等。其实大家都知道，影响人们生育的因素很多，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影响力更大的是高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而在过去几个月，针对三胎生育政策的相关配套支持举措，基本上都是针对住房、教育和医疗的。现在房价太高了，挤一套房子就压得很多年轻人喘不过气。而房子又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在城市中，房子是家的象征，同时也和年轻人的爱情、婚姻、孩子教育、医疗资源和其他社会福利待遇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想在城市中定居、结婚和生孩子，就必须买一套房子，并且这只是这一系列事情的前提。而房价动辄就是上万元一平方米，一套房子就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们为了购买一套房子，仅首付就需要花光所有的积蓄，最后还要背负20-30年的巨额房贷。但是现在很多人的首付就很难拿得出，更不用提往后几十年的巨额房贷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目前最大的支出就是房子，只要解决了住房问题，在没有太大房贷压力后，人们也就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生养孩子了。说到底，目前影响人们生育的最大因素就是经济条件，只要经济条件好，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生孩子。对此，很多年轻人表示，只要解决住房问题，他们也能够谈恋爱和结婚，同时他们也愿意生孩子。在楼市和保三胎上，现在必须要选择一个了。虽然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但是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高房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在放开三胎生育政策时，就已经说明大陆选择保三胎。从2021年5月31日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关于购房补贴的政策越来越多。根据报道显示，海安市常住居民中子女未满18周岁的二孩、三孩家庭，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三孩家庭400元的补贴。甘肃临泽对生育二孩、三孩的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补贴，在各中心集镇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补贴。新疆石河子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发放500到1000元的补贴。另外，除了购房补贴之外，大陆也开始降低人们的购房门槛，比如最近很多城市都降低了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这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购房门槛和购房成本，并且已经开始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比如共有产权房、公租房和人才公寓等等。现如今，房子是很多人一生中最大开销，如果不需要买房，或者可以购买到便宜的房子，那么最低也可以省下大几十万元，甚至能省下几百万元。而省下的这些钱用来生养孩子再适合不过了。没钱结婚、没钱生娃的年轻人，任你说多生娃可以有权多购买一套房，能顶什么用？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简直是南辕北辙。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